雷总，期待您早日进軍房地產，我們想入住小米之家。OK， 實現了，小米之家入住了。來吧，朋友們，看一下小米新出的這台巨大的增程 SUV N90 Max。咱们先用几秒钟的时间说一下这台车有一些亮点啊。第一，它的综合續航能到1705公里。第二，它是一台全尺寸的大7座 SUV。第三，它的空间有很多的这种变化組合的方式，所以這條視頻呢可能會比較長，別着急，咱們先上車看。小愛同學，打開副駕車門，請注意周圍環境安全。副駕車門開了。歡迎來到小米妙妙屋，看到了嗎？這台車的這個車門是可以支持電動開啟的，當然它也可以支持手動開啟啊。來吧，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的前排，我不知道你看到前排了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感受。那其實作為兩台小米汽車的車主，我會覺得它挺不一樣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它設計的是那種非常橫平豎直的感覺，就是如果說之前的車更傾向於給你提供更多的這種情緒價值，那這個我覺得它就是給你營造一種四平八穩的偏向於家用的感覺。好，我們先來從屏幕開始看。那我前面呢是一個小小的液晶儀表盤，這裡呢是一個中控屏。尺寸的話，我覺得可能跟預期大差不差吧。然後我剛才試了一下，就整個的這個車機的流暢度，然後包括它操作的感覺，這些功能配置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差別，是非常非常好用的，而且語音交互起來也完全沒有問題。然後前面呢仍然是一塊 HUD， 那這個 HUD 的尺寸也是比較夠用的，在液晶儀表盤的基礎上，它相當於給你做了一個輔助的配合。可以看到它並沒有太多的物理按鍵啊，我現在能看到的就是在這裡，這兩個按鈕呢是調節空調的這個出風口的方向的，其他的你基本上就看不到物理按鍵了。然後在這裡其實是有一個小巧思的部分。你見過在車裡裝立櫃的嗎？這是我第一次見啊，有點像是一個小玄關櫃，然後它是兩個儲物格，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這個是小小的儲物格。那我覺得它可以放，比如說眼鏡啊，或者是車鑰匙啊、卡片啊，收納性比較好。然後下面呢，相對來說就大一點了，你看可以放一些紙巾抽等等。除此之外，我們看到前面的這個中島的部分，兩個杯架，然後我看到它這邊其實是只有裝一個這個手機無線面板的，那這邊目前是應該不能充電啊。但值得說一下呢，就是它這個中島台是可以做移動的，完全可以移到第二排。那這樣有一個什麼好處呢？對於前排來說，停車空間非常狹小的話，那麼其實我完全可以靠着最左側停車，然後從副駕下去，這樣就是非常方便的。說一下它的這個座椅，首先我感覺是非常舒服，它的這個舒服呢，不是說那種純軟讓你陷進去的感覺，它支撐性非常好，而且整體來說比較寬大。然後在材質上摸起來都是感覺不錯的，你能摸到的全都是這種軟包的材質，但是上面呢，它沒有用這種現在大家主打豪華的一個翻毛的材質，還是用這種織布的感覺，所以豪華度上可能沒有那麼大。然後我剛才看了一下前面的這個鏡子，它不像速七、預七那種會給你做那種可以變光調節，我可以調節亮度，我甚至可以調節它的這種冷色暖色，它沒有啊，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台車還是主打家用和實用性的，沒有那麼多的情緒價值。但是說到實用，它還是給你放了一些小小的拓展接口，所以我們放一些這個 GoPro 啊，平時拍攝啊等等都是沒有問題的。好的，我們去後排看一下。來吧，我們坐到第二排就開始它這個座椅整活時刻啊。我們來想象幾個場景，我就來舉幾個例子。第一呢，假設說你自己一個人現在是可以休息的時間，那麼我們這個時候可以把前排座椅調到最前，把後排座椅調到最後，這樣呢，你中間有一個巨大的空間，非常舒服，是不是？第二呢，我們來想象一下2個人出行的模式。
假如說我們今天要搬家了，好，2个人坐在前排，那麼其實我們是可以把2、3排去做移動，變成一個巨大的儲物空間的。它這個儲物空間最大能夠拓展到1800多升，所以是一個相當可怕的狀態，也能當貨拉拉啊。那同時，如果說我想在後排有一個非常舒適的乘坐空間，那麼這個時候我可以把第3排調到最後，2排座椅調到最後，這樣我能留出一個1.5米的腿部空間。不是，你看一下這個腿部空間，我覺得有點過分了，完全夠不到前面。而且你們覺不覺得，就是這個縱向空間，它肯定是要比 MPV 還要大的，有點誇張了這個。那麼同時，如果是人更多，假如說咱家就是5到7口人經常出行，那麼肯定要考慮到孩子，對不對？他非常貼心的給你預留了4個座椅的兒童座椅接口。那麼同時，當車是一個滿載狀態下，它這個後備箱還能放下7個20寸的行李箱。怎麼樣？是不是？我覺得還可以啊。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經常露營的朋友喜歡的大床模式。那它這個大床模式都有3種組合方式。那第一個呢，就是1、2排座椅連通，把靠枕拆下來，1排放倒，哎，非常舒服，我們可以躺在這兒。第2種呢，就是2、3排座椅連通，我們這樣可以靠在第3排。第3種呢，就是把第3排的座椅給折疊起來，放一個充電床墊，然後第2排座椅極致前移。所以這樣的好處就是什麼呢？即便是咱們在開車2個人出去露營，或者是走長途，後面的大床都不用變。哎，我這一口氣說了這麼多，你們覺得怎麼樣？就我還舉了幾個簡單的例子啊，後面的更多場景，我覺得可以大家繼續拓展，在評論區裡探討。所以你們好不好奇啊？就是這台增程車，它的大電池、大油箱、後驅電機全在地板下，它又是怎麼能做到這麼方方正正的空間利用率這麼高？1、2、3排都可以做得很好很大的。然後我剛才諮詢了一下工程師啊，他說主要呢就是這幾點。那第一呢，關於它的懸架結構啊，就是它的下擺臂採用了一個垂向更扁，然後縱向更寬的一個 H 型的布局。這樣的話呢，它就可以壓縮整個懸架的一個垂向空間，可以壓縮37毫米啊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它的減震器向車輪外側去位移了40毫米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之前它是這個形狀，現在呢它的傾角會更小，所以呢它侵占車輪輪包的這個空間也會更小。那我們一般看到的3排的 SUV， 第3排其實你可以看到後面2排要麼就是這兒凸起來了一塊，然後左側呢就是這邊凸起了一塊，但是它這台車真的是方方正正，裡面給你4.4平，所以這點還是挺難得的。然後呢，我們來說一下後排它的這些娛樂功能以及舒適性的配置。首先我覺得要表揚的一點就是它的這台車4個座椅都有零重力按摩，確實要點讚啊。而且很多時候在我充電的時候，我是很喜歡把主駕調到零重力去看娛樂屏的。大沙發說完了，說一下這個冰箱啊，好處是什麼呢？跟別的冰箱相比，它是可以變頻的。如果你需要快速冷卻的話，它可以大功率去制冷，然後呢就可以開啟省電模式了，所以這樣可以兼顧的比較好。然後說一下這個電視啊，這個電視好的一點就是看到了嗎？它給你增加了一個物理的遙控器，但是它竟然沒有可以觸控的部分，那我覺得這點為什麼不能兼顧呢？對吧？直接把小米的電視放在上面，然後給你配一個遙控器。那如果要是可以觸屏的話，我覺得是會更好，因為對於小朋友或者老人的話，能直接去操控，我覺得會更好一點。然後呢，後排也有一個控制屏，它跟預期那個是一樣的，同樣是可以拿下來彈出的，當成一個小小的平板控制器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能控制像空調啊、座椅呀、導航啊、音樂呀，以及冰箱啊等等這些配置，所以還是比較實用的。然後另外呢，如果你需要小桌板的話，可以把中島移動過來，去添加一個它這個拓展的這個小桌板。然後這邊有一個遮陽簾，是手動的遮陽簾。這個就是後排的一些配置。整體來說，我覺得還是比較夠用的。
那接下来我們從車裡出來看一下這台車在外觀的部分，我們先從車尾開始看起。首先呢，這個星環的尾燈也算是小米的家族式語言之一吧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做的更加方方正正了。然後表揚一下这裡，它給你加裝了一個後激光雷達，這個好處是什麼呢？比如說我們日常只有攝像頭去輔助的話，可能有一些懸空的空調或者是台階它是識別不到的。那這個對於一台大車來說，你在倒車的時候，它可以去感知的範圍更大、更精準，所以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提升安全性能。那其實車側呢，你就非常能夠直觀明顯的感覺到這個車是真的很大，因為它的車長是5285，可以看到在比例上它是做到一個短前懸、長後懸這麼一個設計，所以你能感覺到它的整個重心是有點向前壓的那個感覺，整個車頂呢會微微的往下溜一點點，這樣也是為了保證頭部的空間。我覺得非常值得表揚的一點就是這台車它後门的開合角度，可以看一下啊。首先呢，它是一個可以電動開啟的車門，哇，你可以看到這個開合角度已經快接近90度了，非常非常非常大，堪比庫里南了。所以老人啊、小孩上下車還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後刚才我們說到的這個電動門，包括電吸門，然後再加上它的這個腳踏板都是選裝的，所以如果你需要這個功能的話，是需要額外去加錢的。好，我們把車門關上，再來看一下前面還有哪些部分啊。說一下這個車門把手是一個半隱藏式的門把手，需要打開的時候，你只需要輕輕的摁一下下面的這個部分，它就彈開了。然後跟玉器和素器是一樣的，它這裡是一個無邊框的後視鏡，然後這邊是攝像頭。那這就是側面的部分，來看一下車頭。好，車頭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還是一個比較高的这種車頭，然後這個車燈的部分呢，其實也算是延續了小米的這種家族化的設計，但是它還是有點區別，就是你看像素七和玉七，它的這個交叉的部分其實更靠中間，然後在這一代 N90上，你可以看到它是更偏向兩邊，所以它為了感覺這個車燈的這種延伸性和寬度會更強。然後其實作為一台更家用、更商務、更實用的車型來說，其實它也會給你一些個性化的選擇。比如說我們這台車的顏色叫做遠山青，看起來呢就是穩重當中有點不失優雅。然後前面的這個飾板，其實你是可以做各種選擇定制的。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是銀色，你還可以選擇成金色，甚至是燻黑的鏤空，這些都是可以去根據你個人的喜好去做改裝。好，那最後呢，作為一台增程車，我們來說一下大家比較關心的它的續航和油耗。首先呢，這台車它搭載了一個76度的大電池和60升的一個比較大的油箱，所以呢，它能夠做到 CLTC 綜合續航1705公里，就算是純電續航也能做到 CLTC 464公里。所以這個距離，我覺得咱就拿純電開的話，一周充一次電差不多。再來說一下它的油耗啊，這台車的虧電油耗也就是每公里6點多升，所以你看到它這麼大的一個車，其實油耗呢也就是小車的油耗，而且它只要加92號的油就可以了。而且呢，它也可以当成一個移動的大充電寶，它可以做到6.6千瓦的一個外放電，同時呢還有220伏放電接口的一個電源。我估計視頻說到這兒呢，可能也得10來分鐘了啊！但是其實有很多功能我們還沒來得及說完，包括它的安全，我覺得後面可以重點去聊一下。拋開我覺得小米的汽車駕駛質感都不錯這個層面來說，你想它作為一台車，同時呢它能變成辦公室，能變成會客室，能變成大床房。哎呀，咱就說北京現在就在這個地界，房價大概是5萬一平，一個5米多長的車，4.4平的純平空間，你們覺得這個價格多少錢你能接受？